上周五，咱们聊了聊4月8号，乌军首次公布了炮击俄边境城市别尔格罗德。时隔10多天呢，这座城市又被炸了。4月20号晚上，别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在 Telegram 上发表消息称，该州首府别尔格罗德市发生爆炸，并在市中心街道上形成了一个直径约20米的大坑。但和上次不同，这次似乎是俄军自己干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袭击自家地盘呢？难道乌军又潜入了俄境内？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按照别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当天晚上的说法，4月20号爆炸导致了市中心街道上形成了一个直径约20米的大坑。他表示，爆炸冲击波震碎了附近一栋公寓楼的窗户，损坏了4辆停放的汽车，周围还有电线杆倒塌。来自现场的照片显示，有一辆汽车似乎倒扣在了当地一家商店的屋顶上。目前已知的情况呢是本次爆炸威力极大，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说明爆炸原因。起初当地媒体猜测这是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向附近的别尔格罗德的变电站发起的袭击，或者是他们向城市附近的俄军事设施发射了导弹。因为在4月16号，别尔格罗德地区的2个主要供电站被摧毁，导致部分区域停电。当时格拉德科夫州长称，我们的敌人行动造成了这种情况。俄军事记者以及其他许多媒体呢，将事件归咎于乌军的无人机袭击。虽然乌方没有第一时间回应，但是大兵后来发现乌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少将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曾有意地提到了俄罗斯西部地区发生了许多不同寻常的爆炸和火灾。他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偶然，近期这里一直发生着火。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各位朋友应该能想到其中的利害关系了，这里就不聊这件事了。而就别尔格罗德州近期多次出现的爆炸这件事来看，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乌军。从地图上看，别尔格罗德州紧邻着乌克兰，与顿巴斯地区连成了一片。作为俄军跨越边境进入乌克兰的主要前进阵地，它是目前俄罗斯最有战争气氛的城市，甚至超过了目前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而在别尔格罗德附近，俄军有大量的军事设施，包括兵员集结地、后勤仓库、铁路枢纽以及保护他们的防空阵地等。同时呢，这个州又是一个工业中心，因此在俄乌战争中，它也备受乌军关注，已经成为了俄罗斯遭到乌军袭击最频繁的城市之一。因为只要打击这里，破坏或者损毁俄军关键的基础设施和物流设备，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俄军在乌东地区的补给线。不过呢，在事发后，各路媒体纷纷将20号晚上的爆炸事件归结于乌军时，反转却来了。俄国防部当天深夜承认，本次爆炸是俄空天军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飞越别尔格罗德上空时携带的航空炸弹脱落，意外落在了市区。想想也对尽管乌军近期不时对别尔格罗德发起攻击，但从以往看，这些攻击呢都是袭扰，不过是发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是用武装直升机渗透发射火箭弹。像这样直接在市区里扔一枚大威力的重磅炸弹，老实说，即便乌军是由美国援助的 GDAM 制导炸弹，战机呢也难以靠近到发射位置。有人战机和无人机谁更难拦截，这里大兵就不多聊了。而且俄空天军出现的次数虽然少了，但不代表他们是真的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事件并不是别尔格罗德第一次被俄军炸。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第一次。之前部署在别尔格罗德附近的俄军 S-300 防空导弹和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都曾经发生过发射失败的事故，失控导弹到处乱飞，但像这次这样直接在市区落下一枚大航弹，属实是第一次。之前的别尔格罗德顶多是被俄军误射的防空导弹击中，这次可好了，直接开始用航弹轰炸了。不过相比被俄军攻击的乌克兰城市，别尔格罗德简直不值一提啊！且不说早已被炮火炸成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和巴赫穆特等地，也不提之前一直被俄炮兵轰击的哈尔科夫等地，甚至咱们也可以不提不断被疑似伊朗制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的敖德萨，只能说地处战线大后方的基辅以及更后方的利沃夫。自战争开始，俄军经常对这些地区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其能源基础设施被重点照顾，甚至偶尔会打偏的俄军导弹击中居民楼等设施。
当然啊，俄国防部的说法也非常让人气愤，选择直接否认这些说法，并称被击中的居民楼等设施都是乌军打的，乌军是魔鬼，专打自家老百姓的居民楼。那么问题来了，这次俄军自己炸自己算是怎么回事呢？扯得有点远了啊，咱们还是接着聊俄军的苏34的航弹为什么会意外脱落。聊这个话题前，大兵认为有必要先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战机发射导弹的方式以及导弹发射的步骤。一般而言，战机导弹在挂架上发射有滑轨和弹射两种，其中滑轨比较常见，常用于重量小于160公斤的导弹，例如 AIM-9X 等近距格斗弹。挂载时，导弹的挂耳会卡在挂架的槽里，前后有线动锁死，发射时自动解锁。点火后，导弹凭借自身的动力直接从挂架上飞出。有些先进挂架则配备有液压装置提供弹力，发射时会先把导弹迅速推出挂架，然后导弹才会在空中完成点火。而弹射则是先把导弹扔下来，然后在半空中点火。一般重量高于360公斤的导弹航弹会使用弹射式发射，介于160到360公斤之间呢，则会想用哪种都可以。而大兵前面介绍的这两种导弹发射方式，从视频看几乎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实际上战机使用这些武器步骤都比较繁琐，都有极其严格的安全规定和步骤。非战时状态下，空导弹和对地攻击航弹不会轻易允许飞行员发射的。一般战机挂载的导弹航弹都处于保险状态，发射电路也是关闭状态，即便飞行员疯狂地按动发射按钮，也不会被发射或者投掷出去。而且战机使用的导弹航弹也比较繁琐，需要操作多个步骤解除保险，为其输入目标信息后才能具备发射条件。咱们就以俄军的 FAB-500航弹为例，飞行员首先要通过战机油门推杆的武器按钮选择对地攻击的航弹，然后在武器控制开关上解除保险。由于 FAB-500是一种无制导的低阻航弹，这意味着苏34飞行员需要飞抵目标上空，对准目标才能进行投弹。因此咱们可以先排除掉飞行员操作不当对别尔格罗德市区投放了航弹，毕竟俄军再怎么样也不会轰炸自家城市。那么俄军航弹为什么会意外脱落呢？目前有说法称苏34脱落的航弹是俄军魔改的 FAB-500 公斤级航弹。这种魔改航弹呢，基本是照搬了美国向乌克兰援助的 JDAM-ER 精确制导炸弹。从它增加的机翼套件来看，外观非常符合俄军粗糙的风格，其焊接部分并没有进行抛光处理，也没有喷涂油漆。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能省则省，快速生产。从时间看呢，这种魔改的 FAB-500最早出现在今年的1月5号，当时网上曾流传出苏34挂载的照片，因此传闻中20号俄军意外脱落的航弹是魔改版的 FAB-500有一定的依据。因此大兵认为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个导弹挂架上。苏34作为一款战斗轰炸机，机身外部共有12个武器挂架，最大可以挂载8吨的各式武器。其中呢，每侧主翼上有4个挂架，翼尖的挂架强度较低，只能挂载小型的近距离格斗导弹或者是吊舱。除了主翼的8个挂架之外呢，其发动机进气道下方还各有1个挂架，另外的2个挂架则位于机身下发动机舱之间。按照俄军公布的数据来看，机腹位置的3个挂架强度是最高的，每个挂点都可以挂载重量 1.5 吨的 KAB-1500L 激光制导炸弹。而魔改前的俄军的 FAB-500是一款500公斤级的航弹，挂载起来自然呢也不是问题。接下来就是重点了。一般来说呢，导弹航弹在设计阶段都会考虑到弹体结构强度问题，如果强度不够，就有可能会导致脱落。KAB-1500L 作为重磅炸弹，既然能够挂在苏34上，那么它与导弹挂架连接处的挂耳强度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魔改后的 FAB-500就不一样了。从图片看，俄军为其加装的弹出式机翼套件整体相当结实，应该是由不锈钢焊接铆接而成的。
部件前部看起来像是中空结构，可能预留了制导组件的安装空间。至于弹出式的飞翼，大兵认为有可能是实心的，虽然整个部件的重量可能没有航弹本身那么重，但加上之后无疑对导弹弹体上的挂耳是一种考验。毕竟大兵前面也提过了，导弹航弹在设计时是需要考虑到结构强度的，即便有设计余量，恐怕也很难让俄军为其安装这种占自身重量40%到30%的部件，并且目前已知的信息显示，俄军魔改的 FAB-500很有可能还没有安装制导组件，其打击精度还是要打个问号的。而如果加上了，那么又为 FAB-500增加了一部分重量。综合来看呢，俄军魔改的 FAB-500，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企图以此来提升战场俄军战机的生存能力。但是这种方法太不稳妥了，类似事件既然能出现一次，就能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导弹此类军事装备如果可靠性不够高，在战场上会有怎样的画面呢？战机刚起飞，航弹就脱落，直接解锁新成就，痛击我的队友。各位朋友认为，俄军在战场上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